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有 ADHD， 但是又不是很确定？但是呢，在听完我们焦虑症系列之后，又觉得，我是不是其实有焦虑症？不担心，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部分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ADHD 跟焦虑症的关系哦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这个是跟心理相关的频道，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知识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。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 ADHD 跟焦虑症。所谓的 ADHD 呢，在我们临床上面呢，我们会发现大约有 50% 左右的孩子呢，其实也会有焦虑症，又或者是呢，其实有些人其实是被诊断为焦虑症，而没有被诊断到 ADHD 的部分。那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他们是因为有 ADHD，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下，为什么他们的那种重叠率这么的高。那 ADHD 的孩子呢，他们患有焦虑症，有可能呢是广泛焦虑症，我们之前有一个影片有提到这个部分。那也有可能呢是社交焦虑症。那有些孩子呢，他们的焦虑症呢其实是天生的，也就是因为基因而来。所以呢，如果父母啊，或者是祖父母，甚至如果你们的家里头呢有人有焦虑症的话呢，其实孩子是比较有可能会得到焦虑症的。那这个是属于天生基因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次级焦虑 secondary anxiety。 那所谓次级焦虑症的来源呢，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孩子啊，他们可能天生是非常活泼好动，然后非常的开心，但是呢一到上学阶段之后呢，发现去上学之后会因为常常忍不住爱说话，上课的时间常常说话，或者是打断老师在说话，或者是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忍不住插嘴，又或者是人家在跟你说话，人就已经神游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然后别人觉得你很没有礼貌，导致呢这些孩子呢在跟人家社交方面呢显得会特别的焦虑，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发展出一种自我监督的一个功能，不断去看自己，我是不是会说错话，又或者是我会不会又不专心，又或者是人家会不会讨厌我，会不会是我又不小心又冲动乱说话了之类的，所以会不断的去提醒自己。也因为这样子呢，他们就可能会直接就 shut down 了，就是不太愿意社交，或者是在社交的时候会比较焦虑一点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次级焦虑。在有 ADHD 的小孩子当中呢，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不嘛就是完全没有，不嘛就是整个就是非常的冲动，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全有或全无，他们很难做到一个中间平衡点。所以如果你跟他讲说你在跟人家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适时调整自己，又或者是你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看人家的就是说话说到哪里有没有停顿，然后你再来接话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困难的，所以他们会因此而比较多有的焦虑的部分。那所以呢，在治疗 ADHD 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他们的焦虑症也是天生的话，我们就两个部分都要治疗，因为是针对他们的大脑工作。那如果说呢，他的焦虑是因为他的 ADHD 而引起的，就是我们刚才提的一个次级焦虑，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把 ADHD 的症状有所改善，或者是调整好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那个焦虑症也会相对的缓解。那通常我们在跟 ADHD 的孩子，或者是患有 ADHD 的成人的朋友们，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都会问一下，就是你家里有没有人有 ADHD？ 例如说你的父母啦，又或者是你的祖父母啦，又或者是你的手足啦，他们有没有ADHD 或者是焦虑症的这样子的一个病史，那可以帮我们了解就是有没有遗传性的一个部分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不是天生的，又或者是这是不是后来才学习到的一个焦虑的状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讨论所谓的 ADHD 跟焦虑症有哪些不同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其实看起来在行为上面呢，确实好像都还蛮像的，但是其实是有些部分是不一样的，那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，这两个其实都是容易会有睡眠障碍的，但是呢
对于焦虑症的人呢，在睡眠障碍通常是一开始入睡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你有焦虑症的人呢，要入睡之前比较容易会东想西想，担心很多，就会想说啊，明天还有什么事情，这个什么是不是？然后想了很多了之后，就想说，糟了，现在已经这么晚了，我还没有睡，明天我起床会不会赖床，会不会睡过头？那会不会怎么样？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。对于 ADHD 的朋友来说呢，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担心。第二个部分就是思考模式不太一样。你会发现呢，有焦虑症的朋友们呢，其实蛮容易会有那种 what if， 就是假设性的思考，就是如果这个怎么办？如果那个又怎么样？就常常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他们也很容易会陷入一个比较灾难性的思考。但是对于 ADHD 的朋友们，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对于那些外在的事件，对他们来说的困扰并不大。他们的思考模式比较像是，哦，明天要做什么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谁他怎么样了？哦，刚刚妈妈跟我说了什么？他们就是想这个跟那个，其实是天马行空、漫无目的的思考。所以你如果照着他们思维模式，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比较多是焦虑症，还是比较多是 ADHD。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就是所谓的 ADHD 跟焦虑症的不同。不知道你在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哦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